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在工作上语言切换自如，在工作时每句话都翻得滴水不漏，客户听完都直接给赞，但一面对喜欢的人，脑袋瞬间宕机，心里小鹿乱撞，嘴巴却只吐而出对朋友般的问候。明明懂这么多语言，却发现不了自己的内心，更读不懂对方藏在语调里的那点深意。这不是技巧问题，这是我们很多人每天在面对的情感问题。Netflix 在2026年推出一部把这种问题写得特别深刻的韩剧，直接在语言天才的情感世界碰出最真实的火花。这部就是《爱情怎么翻译》。大家好，我是泽，周浩正、车茂熙、黑泽博，三人之间的推拉直接让人上瘾到停不下来。这部剧为什么在2026年直接爆红？因为它不只给你看个很甜的爱情，还让你追完后忍不住回想，原来爱情最难懂的从来不是语言本身。男主角周浩正由金宣虎饰演，多语口译界的顶尖高手，韩英日法意中等多语言的语言天才。翻译工作时，惊人到每个词汇都像是被机器校准过一样。但在感情上完全是门外汉，把爱情当作无法量化的风险，永远选择最理性的退路，避免任何失控的表达。直到车茂熙的出现，他的世界开始失序。女主角车茂熙由高允贞饰演，原本只是个小透明演员，因为一部僵尸片里的哆啦美角色一夜爆红，成为全球瞩目的顶流女星。外表自信闪耀，内心却承载了童年创伤，被抛弃的恐惧让他习惯层层包装表达自己的真心。他的情绪总是溢出，说话直球又弯弯绕绕，让人看了又爱又心疼。周浩正负责翻译他和别人的对话，却渐渐读懂他那些没说出口的空白和害怕。两人因为恋爱节目《浪漫之旅》被迫合作，周浩正成为他的专属口译。剧组带他们飞到了日本、加拿大、意大利，每处风景就像是放大他们的距离，又悄悄拉近。结果翻译别人爱情，却把自己推向最深的漩涡，误会层层叠加，心动却不敢直说。黑泽博由福士昌太饰演，日本来的温柔型男星，外表浪漫王子，内心却有自己的坚持和笨拙。他对车茂熙的真诚告白，让周浩正的理性一次次动摇。三人的三角关系，反让周浩正更清楚，其实自己早就动心。两位主角的互动是这整部剧最抓马的地方。周浩正那种磕到极点的精准，偏偏让车茂熙快满出来的情绪。吵架时就像辩论比赛一样针锋相对，但甜起来瞬间又突然连上了专属的频道。越是语言不通，越逼着他们丢掉文字，用行动去实战，去一点一滴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。而这部剧的画面简直美到犯规，意大利的杜草古道，日本镰仓，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。OST 也完全升级，多首原创歌曲加配乐，歌词跟剧情心境同步，听到某段旋律就会立刻想起当初看的那档剧情。而我们都生活在资讯爆炸的时代，懂再多的语言，但最难翻译的从来不是文字，而是那份怕说了会失去你的犹豫与恐惧。这部剧告诉你，没关系，误译了就再翻一次，说错了就再调整一次。总结爱情怎么翻译，用了10集把爱情最难翻译的这件事写穿了，不是轻轻带过，而是明明很近却听不懂痛，传达出它的意义。懂语言不代表懂人，懂人也不需要一次就能完美翻译。爱情就是两个人在无数误会里，愿意当对方的笨拙翻译者。听不懂就再问一次，说错就再修正一次，害怕就一起面对，旧伤就一起疗愈。爱情的本质是持续沟通的过程，学会接纳彼此的曲折，学会在误会后不退缩。只要那个不用开口也能明白的默契自然出现，不是追求零误差的精准，而是愿意重复沟通，明白对方的意思。爱情不是天生就懂的语言，而是两人在一起后一起学的新语言。就像剧情中那句经典名言：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吗？超过7100多种吧？不对，答错了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语言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，所以才会造成误会、曲解和冒犯。这句话贯穿了整部剧的灵魂，提醒我们爱情赚的从来不是学会别人的语言，而是愿意去听、去懂、去接纳那个只有他才懂的自己。如果你还没看，想要打开 Netflix， 看完后你会发现，有些心动就像音乐一样，直接贯穿语言，直达心里。好的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